第77届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举行，普京最新讲话在大洋彼岸引起震荡。率团出席的俄外长拉夫罗夫已经抵达纽约。根据活动日程，拉夫罗夫将在联大发表讲话，并计划举行20次双边会面活动。半岛电视台周三报道指出，俄乌冲突已经成为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战事。作为重要产粮国，俄乌两国的冲突还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因此，在联大发表演讲的各国领袖几乎都提到了俄乌局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首日，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均在演讲中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称此举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灾难，也给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带来了灾难。Deshalb werden wir keinen russischen Diktatfrieden akzeptieren und auch keine Scheinreferenden. Wir unterstützen die Ukraine dabei mit aller Kraft, finanziell, wirtschaftlich, humanitär und auch mit Waffen. Aux membres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 le dire haut et clair, et aux membres de cette Assemblée de nous soutenir sur ce chemin de la paix. J'appelle à cette tribune les membres des Nations Unies à agir pour que la Russie renonce au choix de la guerre. 卡塔尔、塞内加尔等国领导人的演讲则着重呼吁立即举行和平谈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与联合国最近协助促成的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对维持全球粮食供应至关重要。未来将继续努力，争取以一项基于乌克兰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协议结束战争。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透露，拜登将于当地时间周三上午在联大发表讲话，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进行严厉谴责，批评其违反联合国宪章。沙利文称，拜登不会用他的演讲来争辩俄罗斯应该被赶出联合国安理会，但会呼吁更多国家公开或私下反对俄罗斯。美国政治新闻网周二的报道则披露，对于一些美西方官员来说，1年1度的联合国大会索然无味，私底下甚至会偷偷鄙视这一日程混乱、演讲乏味的聚会。而俄乌冲突让美西方突然有了兴趣，因为可以建立新的联系，巩固旧的联系，以此进一步在国际场合排挤俄罗斯。比如，此前俄代表团申请赴美签证，作为联大东道主的美国就百般刁难，拖延数月，才最终同意向俄方代表团部分发放入境签证。此前，美国已经采取了很多手段，对俄罗斯，包括像签证限制啊，包括这次邀请泽连斯基也会发表视频演讲。拜登我相信也会端出就是一系列的这种对俄的制裁的动议了，来要求其他国家予以配合，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所以我相信这次会进一步的加剧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这种阵营式的分裂，同时也会让联合国能否在继续发挥团结全球、对抗共同的全球挑战方面，面临更大的障碍，也会使很多全球合作或者全球治理的议题更加难以得到实现。拜登周三在联合国的日程还包括与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进行首次双边会谈。美媒预计，两人除了讨论经济关系、北爱尔兰问题之外，俄乌冲突将是重点议题。外界注意到，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英两国始终冲在拱火局势的一线，不断追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是对乌克兰进行军援力度最大的2个国家。因此，美英领导人的会晤将就俄乌冲突做出何种表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实际上，在出发前往美国之前，特拉斯就宣布，英国将在2023年达到或超过今年对乌军援金额23亿英镑。目前，英国已经是乌克兰的第2大军事援助国，提供了数百枚火箭、防空系统和非致命军事装备。英媒指出，特拉斯行前表态预示着他将利用这次访问强调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同时也强调需要消除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英国新首相特拉斯在与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前承认，英国可能在数年内都不会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那您对此怎么看？美英所谓特殊关系还能持续吗？对于特拉斯来说，当选首相后的确面临着一个艰难时刻。他刚就职后2天，英国女王去世，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去世了，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对女王来说，最大的变局就是大英帝国的落幕，而女王的去世更是对英国国家身份的拷问。那么就是在未来，英国将以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自处和面对世界？我认为这是特拉斯上任之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或许比当年的撒切尔夫人面临的挑战还要大。首先呢，英国脱欧虽然已经完成，但是脱欧之后的内外政策还没有成型。约翰逊是一个强硬的脱欧派，而特拉斯作为约翰逊的继任者和支持者，大概率呢会延续约翰逊时期的政策。脱欧之后，英国如何与欧洲大国和欧盟相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强势脱欧的英国首相下台了，但是强烈反对脱欧的欧洲大国领导人还在台上。这就是为什么特拉斯不确定法国总统马克龙是不是自己的朋友的原因。其次，脱欧之后的英国需要重新融入世界，需要重新跟世界建立贸易关系。原来作为欧盟成员国享受的待遇没有了。特朗普任内是支持英国脱欧的，甚至拿英美自由贸易协议来诱惑约翰逊。但是拜登上台之后呢，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拜登还是爱尔兰裔。特拉斯与拜登首次会谈之前释放出对英美自贸协议不抱期待，也算是比较务实的做法。最后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脱欧之后的英国处于身份的迷失状态。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大英帝国的传统在回归，比如说英国对乌克兰强有力的支持，特拉斯宣布明年给予乌克兰更大力度的支持，并且认为乌克兰的安全就是英国的安全。事实上，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英国在大西洋共同体内部获得地位和身份的重要的议题。英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援助乌克兰的大国。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英国现在的外交战略更接近于19世纪。虽然大英帝国不存在了，但是英国外交中的帝国战略思维依然存在，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任何挑战海上霸权的大陆强权。脱欧之后，英国力图建立所谓的全球不列颠，比如更加频繁地去介入亚洲，除了加入英美澳3方安全合作协议之外呢，还积极谋求加入 CPTPP。 特拉斯面对的挑战就在于英国传统的外交战略能不能帮助英国从欧洲脱离出来之后进入世界。